嘿，大家伙早喽！7月8号星期一，新的一周。今天按照第2个训练日来练，突然脚大拇指的指甲就好了很多，一会儿再跟大家分享。而且今天开始我在评测一个新的东西，因为不是首发评测就已经开始卖的东西，所以就可以给大家简单看一下，是这个松拓的Race S， 那小的那款。人家右手戴的是高驰 Pace 3，今天没有带 Apple Watch， 好好看吧。今天咱聊点什么呢？先跟大家说说下半年的计划，还有夏天训练的想法，还有就是小伙伴们想秋季有好成绩。我说点我觉得可能有用的小办法吧。那2个表到现在还是几乎一样在报公里，现在2公里了。行，咱一会儿聊啊。小伙伴们，赛后第一次碰到大河原先生。你好吗？你好。ありがとう。8時間9時間7分失速いやいや野口さんのが野口さんに逆転された前半勝ってて野口さん太厉害了。野口さん8時間7分他在我前面起跑，然后到差不多5公里的时候我追上他了，刚要打招呼他去卫生间了，然后呢在20公里就那个拐弯的折返的地方，他在我后边大概40米，我们击了个掌。然后水泽先生就米祖萨瓦桑，在4公里的时候特别快，从我们俩边上都超过了。然后52公里，一个喝水的地方，野口さん没有停，超过我了。然后我就不行了。然后我就开始特别慢，然后最后一次碰见的野口さん是我的85公里，他的93公里，就是我们俩对侧，然后击了个掌，对，击了个掌。哎呀，碰见米祖萨瓦桑的时候，我都没开相机。我有点保守，后面有点害怕。画面有经验，野口さん也第3次我不应该慢前面快，就后边我不应该就放掉速度，就是最后结束的时候我还能冲刺。一会儿再聊啊，小伙伴。从哪里来？我们广州来。不用下这跟你合个影。没问题。你跑完了吗？我没有，跟大河原先生一起。大河原先生。好。我刚刚有看到他。来玩吗？好。对，我们矮一点。好，太棒了！我今天跑了差不多10公里吧，今天。来玩几天？来玩3天左右。3天左右。你介意加我个微信吗？我把照片发给我。好。但是只能输号码。OK，没问题。好吧，好好玩。我去找大河原先生了，好吗？拜拜。好，赶紧追上大河原先生。刚才我看这3位就像是游客，就特别突然喊了我一声，但是感觉特别好。因为在这边其实有时候遇到认识的朋友挺开心的。我比赛之后还没跑过这么快呢。刚才跟他们一直慢跑，
6分40。我冲上这个坡。我前面有一位穿特步的，不知道是不是大河原先生也认识。哦，加速加速！哎呀！哦，你好，刘洋啊，大枪杀的。啊，你好。你们都会速度过来。啊，中午。啊，对。你听我这就是母语。刚才那位其实是来旅游的，就是穿了一个特步上衣，因为这边一看穿这种，肯定是中国来旅游的。大河原先生上去打招呼，我正好从后边追上来。我现在这边旅游行程安排的好满呀！昨天到的大阪，今天去京都，明天就去东京了，然后从东京回去。我今天好多了，那今天已经快7公里了。前2天都是6公里，就觉得特累了，而且今天脚趾甲不怎么疼了，一点点。比赛安排是这样的，跟大家先认真的汇报一下。先是10月中旬的东京半马，就是去年我下大雨跑的那个，今年又有名额了，中签了。这个是日本为数不多有奖牌的半马，赛道一般，因为大下坡出发，然后还回来，最后的3到5公里都是上坡，而且比较陡。去年比较有意义，是因为这场比赛是奥运选拔的配套赛事，所有的这边的优秀运动员都参加了。今年我还不知道，今年可能以体验为主了，就开心玩。然后今年的第一场目标赛事是11月17号，如果我没记错，就是那2天的周日，神户马拉松。神户马拉松优势是时间特别合适，就那个时候的气候特别合适。缺点是最后会有一个比较难的爬升，是过一个桥。好处是离大阪近，就不用提前去住，从大阪站上车40分钟就到了。也有一点点小的缺陷，就是对我来说，因为提前1天要去领东西，所以我可能提前2天去。到时候看周5可以参加神户马拉松的小伙伴们在神户偶遇。因为神户马拉松对海外运动员是不抽签的，所以有不少小伙伴报名。如果神户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就把它当成今年秋天的唯一的一场目标赛事去跑成绩。之后12月8号是奈良马拉松，奈良马拉松全是起伏，就是为了去玩一趟的，不会跑成绩。然后下一个周末就是台北马拉松，现在报名了，报名肯定没问题。之后就是看行政手续，如果都没问题，我是肯定会去的。如果有问题的话，应该可能也就来不及解决了，因为只有3个月的时间从办理这些手续开始。所以如果能去台北马拉松，也是一个娱乐跑。就这2场马拉松，就算神户没有成为目标赛事，这2场应该也不会是我的目标赛事，因为一个是路面情况不好，一个是可能天气条件对我来说我不太能适应。然后到目前为止，今年就没有已知的赛事了。如果今年秋季的目标赛事都失败了，那么明年春季的大阪马拉松将会是我的
一个确定的目标赛事。我昨天在家跟家主聊天就说，如果神户能创造一个特好的成绩，那明年的大阪和有可能能抽中，也有很大可能抽不中的东京，就都作为娱乐赛事了，给大家看看，多拍拍比赛。否则的话，就是明年的大阪还是一个目标赛事。然后东京马拉松呢，就只能走正常的抽签途径。现在虽然开放慈善了，慈善太贵了，到时候报抽签看能不能抽中。之前他有一次线上的马拉松有抽签的机会，没抽中。我上一次的东京马拉松是这么抽中的，就是参加他的线上马拉松抽中的。那线上马拉松还是有报名费的那种的，这今年没抽中。正常报名的话，东京差不多现在10%几的中签率吧，可能。那天直播的时候，直播间有一位小伙伴抽中了明年的伦敦马拉松，那个全球5%都不到的中签率，真的厉害！借那位小伙伴的好运吧。至于夏训呢，就是我觉得热不是问题。前两天我说热没劲儿跑不动，主要可能也是因为100公里之后没有恢复过来，因为去年也这么热。我觉得对很多小伙伴来说，包括昨天碰到那位先生，也是破3选手，或者说您还在3小时30到3小时之间的路上。我觉得吧，马拉松是要跑出自己的，就把自己的绝对速度拉高。因为42公里，你练一练，你就会发现，42公里其实不长也不短。或者这么说，如果您还把马拉松当成一个耐力项目去完赛，那就不适合我下边的分享的经验。如果你现在想冲速度了，并且还年轻，还很年轻的时候，那我的建议就是夏天在保证跑量的同时，更加两极化一些。就夏天要跑长距离吗？我觉得要跑。夏天的长距离是干什么用？是让你在比赛中应对那些极限情况。因为马拉松其实到最后大多数时候是一直撑不住，不光马拉松。我刚才跟大学院先生聊，我的100公里也是，我其实可以更快的，只不过是因为第一次没有经验，不敢。马拉松也是，马拉松你什么都见过了，你就不害怕了。然后之后就是速度，夏天是一个比较容易做速度训练效果比较好的时候。虽然你可能比方说夏天跑1公里的间歇，或者是速度耐力，成绩没有秋天或者冬天好，但是呢效果会更好。因为有这么几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热，这也是另外一个我想说的，马拉松训练两极化是在后期比较重要的，所以特冷和特热的地方的环境都不太适合出优秀的马拉松运动员，必须得四季特分明才好。在这个条件下，你跑1公里的间歇冲下来，也就冲下来了，不会就说我就跑不下来。但是呢，效果呢可能会好10%到15%。另外就是夏天不太容易受伤，受伤也好的会相对快。你看我冬天的那个脚踝内侧的肌腱伤2个月。然后另外就是夏天穿的少，
跑起来有那种飘逸的感觉，心态好。所以总结建议就是，小伙伴们夏天跑长距离加强度，剩下的训练轻松跑。长距离跑多少呢？差不多，如果您冬天的时候1个月4次，夏天就1个月3次，差不多这个量，还是以25公里以上为标准。哎呦，来吧！或者是呢，比方说您冬天的时候是每周一个30公里，那您就改成每周一个25公里也行。我觉得夏天的长距离对我来说可能26公里或以上就 OK。强度课呢可以适当增加组数，可以减少那种超过1公里以上的一组的那种强度，比方就少跑1.6公里这种间歇了。至于阈值跑、速度耐力，可能按我的水平来说，可能是12到14公里，或者是10到14公里。当然要跑出质量。速度耐力可能不需要跑太多，因为夏天跑这个太艰苦，而且恢复得慢。1个月1次或者2个月3次，前提是您的恢复能恢复过来，就 OK 了。然后跑量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夏天跟冬天应该差不多，不需要因为热就减少跑量。冬天跑多少，夏天还跑多少就行了。组成方式有区别就好，好吗？今天聊聊这个。不出意外，今天忙完工作，我会录像，录100公里的复盘一部分。好，我们训练后再见，加油干，加油干！哎，7月8号星期一清晨，但是我现在看不了几点，没带 Apple Watch， 估计是7点多一点。看这2块表，同时起表，同时停。过程中呢，合影，还有碰见了，我今天碰见了1、2、3、4，碰见了4波国内来的小伙伴。然后都就合个影啊，聊聊天什么的，我好意外啊，感觉都是来玩。但是实话实说，现在太热了，现在来玩基本上在外边待不住。这2个表，高驰配4 3 12.01 公里，这边12.13公里。大阪城是肯定没有遮挡的，就是这一块高楼林立的，不知道。回头等我出详细的评测视频会对比。然后心率呢，我没有全程看，大概看了一下。高驰这边是高驰的臂带，这边就是手表，相差不大。对普通人来说，其实心率也差不多。夏天的时候是会高，夏天差不多，因为炎热可能高，最多高10或者10多一点点。然后我这个昨天你看我的节目高，是因为确实是累，我分析累的原因也跟脚疼有关系。昨天的时候指甲还是特别疼的，就是落地的时候不敢使劲儿，就导致你可能用了平常用不到的肌肉，应该是这意思。今天指甲不怎么疼了，几乎不疼了。突然一下，我脚掉了一点前面的，它不那么顶了，就导致今天你看跑起来就相对的顺畅一些。我这个收垃圾的车每次声都特大，而且它半夜3点多收一次。有时候老能听见。行，那这么着，今天赛后第一次碰到了大河岩先生，大河岩先生还是一如既往的精神特别好。那这么着，大河岩先生最近在练竞走，他要参加9月份全日本的一个田径大赛。他说竞走不容易，因为跑习惯了走就不容易嘛，给他加油。那这么着，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明天再见。